女人为了瘦身自律有多恐怖？作为一流瑜伽教练的玉神，每早得跑5公里，绝不被路边甜甜圈诱惑。之后还会在健身房教整天课，但他全天所吃的只有淡的跟白纸似的鸡胸和一根蛋白棒。玉神下班后照旧拒绝同事们邀请晚餐，参加聚餐得坚持忍住，结果晚上没吃饭。玉神一上天桥就觉得头晕腿软，只好坐在路边椅子上歇会儿。这时候一个路人递给了玉神一罐洋葱汤。玉神原本不太愿意收陌生人的东西，可肚子突然传来了个超响亮的咕噜声。那人看了笑了笑，接着便坐到了玉神旁边。知道玉神晚上只吃了根蛋白质棒，他便开始给他解释吃饭重要性，为了生活所需的能量和营养。给你弄点好吃的吧。美味佳肴。玉神一听愣了，但还是带着这陌生男子回了家。为了表明自己清白，他把驾照给了玉神，名叫阅读优和。除了名字生日，玉神对他知之甚少。他已单身多时，玉神还留了点戒心，掏出手机催阅读只能花半小时做饭。和阅读聊天时故意保持了些许间隔。阅读给玉神做的鸡肉菜，把鸡胸肉剁小块装进塑料袋，倒入酱料，用手抓抓让味道渗进去，然后撒点面粉丢油锅里煎，蛋白和油炸出的香气，玉神家里好久没飘过了。他豪迈地闭上眼，深吸一口气，睁眼一看，无油炸的炸鸡和野酱泡菜已经准备好。阅读还体贴地泡了杯焙茶给玉神。好久没宵夜的玉神此刻凝视炸鸡内心，算着每块80卡路里。但阅读解释说，炸鸡用鸡胸肉少油煎的，吃起来一点也不腻，配上卷心菜丝，爽口又清脆，真是香酥弹牙的绝妙组合，简直是减肥人士的夜宵禁区。阅读再拿上一小碗特调酱浇鸡上，那是野姜碎末和中式佐料调和的，一淋酱汁变身油淋鸡，原是用葱花酱，以便更好地控制糖分和热量。阅读贴心的用糖分低的野姜替换，而且野姜是含有大量钾的食物，对于预防浮肿也很有帮助。配菜的卷心菜多膳食纤维，能增进肠胃动力，对皮肤也挺好。卡路里低，吃了还不容易饿。放点焙茶高汤能帮助消脂。阅读知道这么多，是因为他正在学习成为厨师的烹饪课。这鸡块这么好吃，玉神肯定能吃个精光。大脑陷入了高热量食物的罪恶感中。阅读告诉他，偶尔享受这种带点禁忌的夜宵也没什么，毕竟为了维持好身材，他已经每天都在努力了。听到这话，玉神继续用筷子吃起来，一块一块不停地吃着鸡肉，然后用焙茶喝个尾巴，浑身都感觉暖洋洋的，舒服极了。但他对阅读的菜肴评价也仅是还行这种程度。时间剩5分钟了，阅读赶紧结了厨房碗盘，也洗得干净。走前，玉神想付食材钱给阅读，阅读还是没收。阅读走了，玉神还在惦记那鸡块有多好吃。那晚他像被咒了一样，睡得特别沉。阅读回家后和哥哥边喝酒边聊天，哥哥想让他在自己的新健身房开个和自律人士的餐馆，而且健身房打算挖玉神去工作，可惜被玉神给回绝了。聊完天，阅读把那瓶洋葱汤拿起来，想当年自己落魄做街头，玉神正好递给他瓶洋葱汤，可惜玉神似乎早把这忘了，他却又重现了那次相遇，而且以后还能再见。这夜阅读像被美好回忆围住般，和玉神一样沉睡。搞瑜伽健身的美女教练，自打那晚吃了阅读做的宵夜，对吃的欲望就特别强了。跑步经过咖啡店，看到可丽饼和三明治都忍不住多瞅2眼，就是对阅读啥都不懂，只知道名字。今天工作他也干得不错，就是突然有俩老会员退卡了，小四拉玉神去喝一杯，想让他心情好点。如果我每次有人退会就伤心欲绝，那我怎么干活啊？玉神离开时的背影显得很坚定，小四对那位前辈的仰慕更深了。自己一个人时会想到工作的不够，连玉神在落魄时都会感到沮丧。他不确定是不是自己定的训练太狠，还是教学时说了什么不对劲的话。望着冷清的月亮，他好讨厌现在这样消沉。突然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响起，阅读的突然出现让玉神惊喜不已，这暗示着今夜可能又能享受美味的夜宵了。阅读来是为了要之前食材的钱，顺道还要给玉神弄顿宵夜。他今天打算做焗菜，玉神一想到这道菜就开始馋了。热量约600大卡，对他这种自控力棒的人，晚饭时刻绝不能吃这么高热量。想想100克生奶油就含400大卡呢。但阅读表示，他用的食材超级健康，不放通心粉和生奶油，因此热量没那么高。阅读第2次到玉神家，像往常一样30分钟搞定菜品。他掏出自己的刀具准备好了，
显然比上次更得心应手。做菜前，月读问玉神是不是累坏了，毕竟累时和精力满满时，人对味道的需求大不相同。我累坏了，都是工作闹的。把培根切成像薯条般的粗条，味增和蛋黄酱搅拌均匀。得说看月读烹饪，真心是种享受。往平底锅里倒点橄榄油，然后把培根、蘑菇、洋葱和豆腐一起扔进去翻炒，再撒上些西兰花，浇上刚拌好的调味汁和撒上几片奶酪，之后微波炉里加热几分钟，一盘既简单又养生低热量的美食就完成了。除了这局菜，月读还提前在家准备好了，特地带了做清汤的食材。吃起来吧，芝士浓密的覆盖上层，帮里面的食物保持热度，奶味和蔬菜的香气搭配，实在让人无法抗拒。豆腐和马苏里拉都含丰富高质蛋白，能增加饱足，避免吃太多，加上有助燃脂的维生素 B2， 特别合适想保持身材的人。最妙的是那难以用言语描述的拉丝粘稠的芝士，绝对是这顿饭的王牌。吃完饭喝点清汤去油腻，晚上吃的又暖又惬意的夜宵。月读这时给我端上了碗番茄味冰激凌，为了让番茄甜味更突出，他只放了点蜂蜜，没用白糖。就连像玉神这样自制力强的人也放心吃，一口下去酸酸甜甜超解馋，而且特别清新。月读说做这冰激凌特别简单，把去蒂的西红柿冻一下，弄碎淋点蜜和橄榄油，这样就行了。看你不太会照顾自己，得我来操心了。月读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辛苦一天后能轻松下，放松一下。等玉神饭后，月读如常将厨房收拾干净再离开，再加上上次的炸鸡块。玉神想一次性给月读2000日元，但月读说要钱只是个见面的托词，他想让玉神再尝尝自制的美味宵夜，更想听玉神亲口说出好吃。他还提议下周继续来为玉神做宵夜。月读回家告诉哥哥这事儿，大哥交给我的活就是把玉神弄到健身房来，但月读感觉玉神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他总是在压抑着火，得先抓住玉神的胃，才能让他开心吐真言。美食能缩短人心距离吗？然后就能把他拉到我们这边。只是大哥可不买账这套理论，他的世界里干活的精确度很关键。他整夜赶出了一份关于夜宵的合同，期待阅读跟玉神签上名。对哥哥而言，世上唯有一事比工作更重要，就是我弟。重点是合同里明确规定禁止谈恋爱。今晚的宵夜打算做土耳其餐，照旧烹饪时间是半小时，但阅读今天除了做饭，还得搞定另一件事情，那就是依哥哥的要求，和玉神签个夜宵制作的合同。感觉虽然怪怪的，但阅读只能听哥哥的。阅读备了茄子、洋葱、西红柿、辣椒等蔬菜，丰富的维生素和纤维，口感也不错。阅读觉得玉神定会爱这道菜。经过2次夜宵的烹饪，玉神对阅读的态度变得温柔多了。茄子切厚片，少油平底锅里煎；西红柿、洋葱、辣椒炖成浓郁蔬菜酱，铺在煎好茄子上再加热，撒些芝士更添奶香风味。土耳其的扁豆汤那是家常便饭哦。炒熟的胡萝卜和洋葱打成泥，再煮扁豆。我开始吃了。茄子搭配番茄味的酱，不像平时的茄子那么油，扁豆汤味道浓重，稍加柠檬，味道就能一变。餐后阅读又送上甜品，是他用米泥和明胶做的米布丁。我还以为玉神今天没怎么评价菜品，可能是觉得口味一般，没想到他超级喜欢，只不过憋着没说出口，这也让阅读挺高兴的。其实从那不油炸的鸡块开始，玉神就心想，阅读做的饭真是太好吃了。不过他可能有点古怪的小心点，因为工作玉神一向反对夜宵，不论对阅读还是他的美食，他总保持着戒备。但今天他将卡路里抛诸脑后，打破了一贯的自制，这对阅读而言简直是最高的夸奖。除了美味可口，玉神对阅读的夜宵念念不忘还有个原因，就是第二天一早起来，感觉胃不但不胀反而舒适，整个人都变得精神多了，带着这股轻松的劲儿去跑步，多了份踏实感。感谢你让我记起享受佳肴的快乐。阅读觉得玉神这话像是最后一次吃夜宵，但阅读不愿这成最后一次，他还想多听玉神夸赞自己的厨艺，于是他拿出了早准备好的合同。玉神因阅读这举动其实很开心，因为他对夜宵的迷恋已深。我觉得这比你说的好吃100倍，但就是说不出来，想一直吃的话，可不能大意哦。合同得好好看看。阅读跟玉神解释，这合同是大哥写的，他希望玉神别在意大哥这死板的风格，毕竟他高中时住哥哥呢，还得签住宿合同呢。玉神对前几条还挺能理解接受的，
但禁止谈恋爱这一条就真是吓了一跳。阅读解释，这是因为哥哥认为恋爱这事儿难以预料，未免出现矛盾或误会，他觉得还是得签个协议，让双方有所约束。听完说明，玉神也没什么反对意见，不过他明确只对体脂率个位数的成年人感兴趣。双方既然都认可协议的内容，便顺利完成了签约。接下来就期待下周6相见吧。目送着阅读远去的背影，微笑不自觉地浮现在了玉神的脸上，心情也不由得激动起来。从那天起，跟同事共进午餐时，玉神总会不经意间现出对食物的喜爱，还经常会主动试试。这时候同事开始聊起附近即将开张的新健身房，因为新店开业总少不了挖走别家的顶尖教练来当做自家的王牌。大伙儿都挺担心玉神可能会换工作，尽管他说过多遍不会跳槽，但大家依旧忐忑。这会儿需要安慰的玉神特别想吃阅读做的宵夜，心仪的姑娘要跟别人出去，而男孩还得心平气和地做夜宵给他，还要亲自为他施勺橘子酱。自打和阅读签了宵夜协议后，玉神最盼的就是每周6，因为阅读会来他家做好吃的给他。那天在街上偶遇了朝木奈学姐，她是我在西英国际的大前辈，还是我曾经暗恋的人，真像是天意安排的巧遇。玉神稍显害羞地上前打了声招呼，他却不知道这个朝日奈前辈正是阅读的亲哥哥，能见到朝日奈前辈还真是巧。玉神边泡着澡边回忆起白天与朝日奈前辈的那些事儿，前辈竟然主动给他留了联系方式，对他而言真是太豪华了。毕竟学生时代，朝日奈前辈那是连打声招呼都要犹豫的人气担当。玉神壮着胆子发了条消息给前辈，但遗憾的是第二天吃早饭时还没回。玉神突然想到自己压根没问前辈有没有结婚，而且自从遇到前辈以来情绪波动好激烈，现在没收到邮件感觉好失落。但想到今天周6回子来做夜宵，那是阅读盛世，玉神马上充满干劲。今天要拍的是健身课视频，消耗热量又爽又累。阅读带着食材在我家门口等着，这可爱模样真招人疼，感觉泪都堆上来了。隔了1周不见，一眼就看出玉神有些疲惫，他的任务就是通过美食帮玉神消除疲劳。今儿他打算做法式吐司，像往常一样30分钟搞定。阅读掏出牛奶、面包、黄油等食材，对爱规律的玉神而言，那可是纯糖加脂肪。不过阅读解释说，这是因为感觉神明超爱那布丁，他觉得神明其实挺爱吃甜食，就是在忍着。1周放纵1次也不是什么坏事，尤其是热乎乎的甜品，似乎能把烦恼一扫而空。说到这儿，神明才不情愿地答应，不过得跑步20公里来消食，再可牛奶加1颗新鲜蛋，把法棍切成5厘米厚片，泡在弄好的蛋液里。阅读特意为玉神准备了法式吐司，等蛋液充分浸透法棍后，直接丢进平底锅，用黄油低温煎至金黄酥脆，撒点糖粉就可以了。装个盘摆上，草莓开吃吧。正当玉神陶醉在美味中，手机震动，是朝日奈前辈发来的信息，邀他周日共享午餐。玉神乐开了花泥，必须得赴约，晚上的非法夜宵也得好好享受。我开始啦。这吐司外酥内软，是神仙般自律10年都没尝过的美味。吐司浸满了甜蜜的可可，但吃上去味道刚好，一点也不腻。可可不仅富含纤维和多酚，还含有可可碱，帮助放松身心，很适合当晚餐。阅读又掏出了自制的白兰地橙皮酱，单是嗅一下清新极了，拿来给法式吐司增味真是绝配。那甘苦交织的滋味简直太棒了。神秘的是，这橙皮酱居然是阅读在家做的，橙子里头纤维多，还有维 C 和钾质，对女生和想瘦身的人来说都挺好吃的。特制的法式吐司除外，阅读还泡了杯英式奶茶，无咖啡因，晚上喝也安心。奶茶以热牛奶为基础，含有可成血清素原料的酪蛋白，而血清素即幸福激素，所以奶茶喝着特别爽口，跟可可味吐司简直绝配。阅读把自制橙皮酱留在玉神家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搅在酸奶里都行。看玉神的反应似乎半信半疑，阅读舀了一勺子准备喂给玉神。对玉神而言，阅读做的夜宵比平常甜多了，别有一番风味。一路上阅读在想，到底是啥样的帅哥要跟玉神约？肯定是跟他不一样的型男。为了哥哥健身房里的事，给自律达人开个餐厅。我每天晚上回到家都琢磨着菜单，但脑子里却老想着玉神那可爱直爽的模样，真是难以抉择。因为朝木奈前辈约他吃午饭，玉神今天特地精心装扮了一番，
因为这是他3年来首次约会呢。看着一身西装的朝木奈前辈向他走来，玉神心里激动的像小鹿乱撞。吃饭前，2人在公园悠闲的散步聊天。要知道，光是聊天，对曾经的玉神来说都觉得不真实，但现在梦想成真了。看着大家在草地上活动，朝木奈前辈突然走了，没多久拿回一套玩具羽毛球拍，意图拉上玉神一块玩。2个身材匀称的成年人拿着那套玩具球拍乐此不疲，2人累得满头大汗，坐在树荫下喝水歇息。朝木奈前辈突然提议，要不要加入 Golden 健身房？他说自己被指派去日本开设分公司，很期盼像玉神这么棒的教练能加盟。毕竟玉神特别擅长吸引12到30岁的女会员，尽管玉神对他情有独钟，却还是婉拒了。朝木奈早已调查清楚，玉神之所以不愿离开现职，是因为他的老板曾在他离开大型连锁时伸出援手，他既感情难割，又受恩情，不肯换工作。拜托一定要帮我。这才让真神反应了过来，是因为想约木奈前辈出来吃饭逛街只是附带，其实是想说服他跳槽。他心情瞬间沉到底，立刻站起身走了。心里虽然很难过，但晚上的工作还是很拼，笑着给会员上了份挺苛刻的训练。下班了，健身房伙计们得聚会吃饭了。玉神出奇的建议一起去喝一杯，他酒量其实挺好的，小麦烧酒热量低，加冰水他也能畅饮。同事们提醒他边喝要边吃，不然容易醉。想到阅读晚上要来做饭，玉神就控制下只吃点海草和西红柿。小厮扶着喝多了的他回家，没想到门口正好碰上来做夜宵的阅读。这是你男友？哎呀，才不是，不可能，他是我隔壁的。阅读跟小厮对视了一下，气氛微妙的有点尴尬。见玉神喝得不少，阅读体贴的递给他一杯水，然后就开始准备今晚的美食，通常是半小时。姜片助肌肉消心，自律10年，玉神对鸡肉沙拉有点腻味了。久别重逢炖鸡胸肉引起了他的兴趣，炖熟的鸡肉手撕成丝，干净蘑菇丢进高汤煮，加点味淋和酱油调味，这口味真合玉神的喜好。喝酒后总爱来点热汤暖暖身，不论是关东煮或者拉面汤都行，毕竟肯定比锅里的汤差。搅碎个生鸡蛋，用不沾油的锅煎蛋皮。别再过来了。为啥？不是阅读嫌弃他，而是经不住他一靠近。喝多了的玉神比较直爽，连表情也是阅读头一次看到。今天他给玉神做的是低脂鸡肉饭，五色缤纷的料理摆成花状，怎么吃都行，想加多少就加多少，直接倒上茶壶里面的汤就行。玉神将各种料理都搭了点，撒些芝麻，浇上热腾腾的高汤。我开始吃了，那柔和的味道渗入被酒搞得迟钝的身体里，高汤把食材和米饭全都浸透了，让味蕾奇妙又充实。喝高的玉神连夸人都厉害了，今儿玉神不再节制，刚吃完1碗又迫不及待加了1大碗，反正明儿个跑跑就能抵消。今天的甜点是阅读用草莓蓝莓奇异果弄的无酒精鸡尾酒，鲜果加气酒，撞出了清新而激昂的口感。阅读举起酒杯壮胆，准备帮哥哥说动玉神换工作，转眼玉神竟然已经在桌上睡着，那迷人的睡脸真是让人心动。阅读不经意间抚了抚他的发丝，生鸡蛋被戳开了，黄液缓缓沿着魔芋顺流而下，紧紧裹住所有食材，还有那芝士的香味。在自律期能享受这样又香又低卡的美食，真是太幸福了。自己住又自律的玉神每天锻炼得痛快淋漓，他的动力是等着周6阅读来做好吃的宵夜。这次玉神连他特调的鸡尾酒都不喝，就这么倒在餐桌上睡着了。阅读看他睡得可爱，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头发。时间不早了，他收拾完厨房准备走人。出门前他还体贴地给玉神盖上毛毯，怕他着凉。这都是哥哥交代的事情吗？他没开口劝玉神换工作。阅读第2天一大早就投入研究食物味道和搭配，打算给哥哥健身房餐厅设计超级美味且健康的菜单。可是脑海里总是想起玉神吃夜宵时幸福的模样。回家的哥哥看见这情景却并不高兴，神情格外严肃。这时阅读注意到角落的羽毛球拍，突然意识到哥哥才是玉神约会的人，利用玉神好感来欺骗的行为让他感到极其厌恶。可哥哥觉得既然没对玉神撒过谎，就没啥内疚的。更让阅读摸不着头脑的是，哥哥决心亲自去说服玉神换工作，这样阅读也不用再熬夜准备宵夜。几天后，阅读因为心事而辗转反侧，孤单一人熬红豆沙，而哥哥换上运动装去了玉神的健身房。他的接待是玉神的搭档小厮。在训练时，朝日奈总盯着远处的玉神，
聊天中，朝日奈明白了御神火的缘由：一是视频拍摄给他带来了众多粉丝，二是在私教时把客人当亲人，这让客人更信赖依靠他。御神的课都排到3个月后了，一转眼周末宵夜时间又到了，阅读准点按响了御神家门铃，今儿也一脸可怜兮兮的。就是这么回事。照旧今日烹饪还得30分钟，阅读打算做低卡的意面。芦笋洗净去皮，切成小段。魔芋丝这低糖低卡食物特受御神青睐，就是不懂得如何烹饪才好吃。阅读先撒点盐除去魔芋的怪味，然后小火煸炒了蒜末和火腿，先把芦笋汆烫软，再把泡好的魔芋丝口蘑扔锅里炒，然后打个鸡蛋进去，蛋稳了就能盛出来。魔芋丝缠着食材堆成个小球，再来个鸡蛋黄放山顶上，撒点芝士碎，撒点黑胡椒，美味低卡的魔芋板培根蛋面搞定。我要开吃了，戳破蛋黄的那刻，汤汁滴落至每根魔芋面丝上，真是太心满意足了。虽然嚼着是魔芋丝，但浸透了酱汁，味道融合得很好。没想到魔芋丝还能这么美味。阅读自己做的酱汁只放了鸡蛋和乳酪，没用奶油，能煮出这么香浓的味道真不简单。魔芋丝主要含有蒲甘露聚糖，既含钙质且能帮助饱足，吃多了容易胀气，还是要适量啊。看御神那么开心的吃，阅读真的好开心。今天甜点是豆沙，配小丸子和抹茶冻。阅读故意没让豆沙太甜，淋了点朗姆酒，这是夜的魔法，味道顿时不一样了，像在吃泡了朗姆酒的葡萄干。阅读偶尔也会失眠，御神携着红豆沙准备喂阅读，他说是阅读告诉他的，吃甜的能让人忘掉不愉快。御神虽然看似很爱甜食，但阅读还是看出他心里不高兴。在他多次问询下，御神终于吐露了心事，他讨厌被朝木奈前辈摆布的感觉。阅读给他端来了一杯能让人放松的香草茶，热乎乎又清新，喝一口心情立刻就平和了。他弄不清楚自己是不是还对朝日奈前辈有感觉，可能曾经的自己太过仰慕他了，但心里似乎还想在哪里能再见到他。听到御神这么说，阅读再也按捺不住心底的思绪，突然从后面紧紧拥抱御神。如果你在努力保持身形，满满辣味的韩式脊骨土豆汤绝对是诱人的选择。啃完脊骨后汤泡饭简直是极了。自从不小心抱了御神一次后，阅读就有点手足无措了。他甚至担心这个拥抱会让御神以后都不再请他吃宵夜，连哥哥叫他来游说御神换工作的事他都没开口。哥哥开的健身房新闻发布会已经搞起来了，朝日奈的新健身房，私人教练超专业，还有水超清的泳池，还有特大的 SPA 区。小司来打探消息，在发布会上看到了之前在御神家楼下遇到的阅读。小司虽不愿御神走人，但要是他想找更棒的机会，他不会拦着。不过阅读要是伤害到御神，他肯定得把阅读招揽过来。健身房即将开张，为了赶紧让御神加盟，朝木奈每天一大早就在御神跑步必经的路上等着，而且这已经是第3天了。这招确实让御神觉得你够真诚，但他还是没答应加入朝木奈的队伍。今天什么时候得去上班？今天可以歇着。那就陪我玩会儿吧。朝日奈带御神去了海边，海边的事儿都能变得不那么严重。他想起小时候总爱在沙滩上给弟弟堆沙堡，但这些堆积的总被风啊浪啊给摧毁。在他的世界，有形的都终将碎裂消逝，留下的空虚让他觉得孤单，或许是悔恨，总是得先自己毁掉他们，免得被人破坏。御神表示自己懂这种感受，但他更倾向于相信他们不会破裂，不喜欢害怕早点撤退，导致他也成了犹豫不决的人。这天朝木奈前辈拉起了御神的手，他们手拉手破坏了沙滩上的城堡，可能这样也拆掉了内心的障碍。回城上，朝日奈前辈给御神披上外衣，又牵起了他的手。第2天意料之中，御神果然感冒了。他本打算取消今晚的宵夜，但阅读提议改成能提振人的宵夜。感冒初期补充点营养刚好，土豆去皮洗净，切丝的洋葱和小块的白菜，猪肉插小洞，表面抹上盐腌一下，和大葱一起入锅去血沫，清水冲洗后用纸巾擦干，撒点黑胡椒平底锅里煎，表皮焦脆后加热水，放入洋葱、土豆、白菜炖，等蔬菜都软了就好了，加点自制酱料提味。御神有点担心上回那个突如其来的拥抱会不会搞僵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幸好阅读看起来什么事都没有。这回上桌的是个香喷喷的小砂锅，掀盖一瞬，浓郁香气四溢，
那是能激发活力的韩式土豆汤，看着就让人垂涎。阅读把各种食材都分到小碗里，上面还撒了点海苔碎屑，喝下去浑身暖洋洋，辣味浓烈，透心舒畅。骨头里富含蛋白，辣椒里的成分能促汗和循环，适合感冒时补营养发热。做汤有个小技巧，就是加一颗八角进去，能让味道更上一层楼，是上回哥哥感冒时出的秘诀。剩汤也别浪费，可以煮成稀饭，撒点葱花，味道更佳。感冒通常胃口不好，但玉神看起来病都好了。再添一碗稀饭，来个鸡蛋，简直是夜宵佳肴。这时候玉神的门铃响了，竟然是朝日奈前辈。但玉神还不清楚他俩是兄弟，他不想让心仪的朝日奈知道这事儿。家里有其他男人，玉神敷衍是有人按错门铃了，装作朝日奈不在家，但是屋里的灯还亮着。朝日奈在楼下站着，凝望着亮灯的房间，陷入思索。第二天，玉神的健身房老板大岩先生特地去找朝日奈，俩人讨论的焦点是玉神。大岩先生提到玉神打造了特有的玉神法，有人觉得笑脸背后的自制锻炼才是精髓。其实不止这样，玉神法真正吸引人的是玉神自己的个人魅力，无论训练多困难，明天也会想继续来挑战。这种魔力就是玉神独有的吸引力。您愿意聘用他吗？大岩先生的话让朝日奈非常惊讶。他解释说，玉神希望通过训练和营养建议，帮助每位顾客改善他们的生活，并且在最顶尖的健身房中帮助玉神实现他的梦想。如果这样，他也乐意让玉神离开。朝日奈没想到大岩先生会是这样一个慷慨的老板，真心考虑员工的成长。趁着外套还没脱掉，玉神和朝日奈前辈碰面了。前辈还带他看了新健身房，说是要开一家豪华的。他讲健身房的目标是帮人生活找到平衡。玉神听了有点动心，我认为吃的和身体健康重要。朝日奈也希望和玉神一起找那三者互不影响的平衡法则。这家快要开张的健身房绝对是最佳环境。玉神边走边想着这个问题，而阅读撑伞在雨里，目送着他的背影，情不自禁地喊住了玉神。那温暖的笑容他愿意永远看。他支支吾吾问玉神明晚想吃啥宵夜。玉神笑着回答，想尝阅读推荐的。明天是最后一次给玉神做宵夜，为了做出最棒的料理。回到家后，阅读立刻开始准备。第二天，他特地携带了自家的刀具和细致餐具前往玉神家里，把洋葱切成细丝，在西红柿顶端刻个十字，然后放进沸水里烫一下，方便去皮。接着用勺子轻轻挖出西红柿的中心。玉神坐在吧台边，看着阅读的每个动作做菜，两个人时而站时而坐，闲聊起来。玉神挺爱现在的工作地点健身房，一直没想过辞职，但最近他开始动摇了。特别是跟负责人聊完，发现人家确实在为他着想，了解了他的担忧。阅读保证今晚要做顿能让玉神忘掉烦恼的特别宵夜。先用橄榄油把洋葱炒软，然后加进切片的蘑菇，把西红柿丁翻炒均匀，再加入芦笋、彩椒、西葫芦等食材，然后打开瓶葡萄酒，稍微倒一点增加香气，把鲷鱼片铺在最上面。这种法式烹饪是蒸煮结合，稍微炖一下等调好味道。会蒸鲷很快就完成了，轻轻撒点盐来提味，在鱼肉上放2片小黄油，简化调味能最大化口感，保留着原料的自然鲜美。掀开锅盖子，鱼肉变成奶白色了，蔬菜和鱼的香气不断地飘进玉神的鼻孔中，闻着味道就知道这菜肯定很棒。搭配一碗洋葱浓汤作为配菜。阅读已经预备好了所需食材，因此做起来也很省时。桌子上铺上桌布鲜花，点缀烛光摇曳。今晚的用餐氛围与以往不同，请静听这声响。葡萄酒缓缓滑入杯中，听后再品酒味，似乎更佳。冰镇的温度刚好，口感绝对棒极了。接着红烧鲷鱼摆在了玉神跟前，色彩缤纷，看着就让人垂涎。还有洋葱汤的香味四溢。我开始吃了，今晚感觉就像置身鱼，就像米其林3星级餐厅似的。玉神真想叫阅读坐下共饮一杯，可惜得违反合同了。但阅读还是端来了空杯，干杯为的是与玉神的相伴时光。边吃鱼肉边喝浓汤，阅读弄的夜宵让玉神觉得只需一扫而光，明天就有力气加油。今晚的夜宵悠然品尝最合适，但他更期待阅读下周那神秘的夜宵。阅读原本打算提醒他今日是最终一次，结果没开口，跟玉神轻轻道个别。按合同，这是最后的夜宵了。阅读拼尽全力让玉神能享受到最精致的环境和最美味的菜肴。
希望这段时光能成为不朽记忆。1周转瞬即逝，玉神在家等了好久，阅读却没来给他做夜宵，连发的信息也迟迟无回。他鼓起勇气给阅读打电话，但仍然接不到阅读的声音。阅读自己也过得不好，天天被工作狂的哥哥追问，他实在受不了，就在试用期的最后一天，决定不和哥哥的健身房再签约。你不是总说合同是最重要的吗？决定权在我这。原来从决定学餐饮，到上厨艺学校考到厨师证，再到实习，他生活的每一步都是哥哥说了算。但阅读已经厌倦了这一切，他决心要自己做决定，不然改变是没门的。是因为玉神吧？准备离开这儿去找他。最初他的确只想帮大哥一个忙，帮他把玉神挖到我们这边，但后来变成了就算破坏合约都要见一面玉神的心情。对玉神的深情激励着他。他说完这些，转身出了大哥的办公室。社会上除了大哥啥都没，既没钱也没关系，他只痴迷于做菜。他取下不久前大哥送的项链，认真给大哥做了最后早餐，然后带上背包离开了。他和大哥相依为命的旧居，简单的烤鱼、蛋卷、白饭和味增汤，这是阅读刚搬过来时做的第一顿早餐。那时他做菜还很生疏，连鱼都烤焦了。哥哥虽然说还挺好吃的，但今儿复吃这菜，不只是阅读做菜手艺的变化，还有哥哥侍卫的心情，已经大不一样。潮人奈一口接一口的吃着，泪水不由自主落了下来。从那天起，阅读就没再和玉神联系，玉神也没跳槽去朝日奈的健身馆。为了显真心，朝日奈亲自上了办公室。我是来正式说不的。朝日奈没想到会是这结果，弟弟走了，玉神也没跳槽，一切都失去了控制。他紧拉玉神就吻了，随后玉神把他推开。你也想走吗？阅读优和是我的地。听到这儿，玉神停下了。朝木奈说，阅读是为了挖角才靠近玉神，每周六的快乐难不成全是演的？那忙活的背影也是假的吗？玉神不愿相信，他那夜泪流不止，沉默了整整1个月。在夜夜翻来覆去后，玉神的日子终于好转，偶尔还会怀念那些夜晚，愿和同事共聚餐桌，不点海藻了，而是尝遍美味，一起去吃炸鸡。阅读在餐厅帮忙，虽不富有，但跟厨师学了不少。下班看月亮就一起玉神笑容。哥哥来店里找他，点了推荐的奶油煮鱼，还有浓浓味增口味的酸辣酱油。看到弟弟工作，哥哥笑了，朝日奈也笑了。他这次来是为了告诉弟弟得回纽约上班了，也说了跟玉神的事。玉神没把心留在他这，听罢他跨上自行车冲向玉神家，进不了公寓，就跑到俩人初见的地方。果不其然，玉神也在这儿。他跑得喘息不停，玉神给了他瓶水。这一幕跟5年前重叠。阅读妈妈葬礼那天，他悲伤地坐在椅子上，玉神递给他一瓶暖洋洋的洋葱汤。这就是最后一次夜宵，他煮了洋葱汤给玉神的理由。这回玉神先抱了他，我真的很想你。在这浪漫温馨的气氛中，玉神的肚子忽然咕噜一下，又到了阅读准备夜宵的时刻了。不过一到家，玉神就自告奋勇给阅读准备夜宵，西红柿牛油果切片，洋葱切成小丁。看着玉神有点手忙脚乱，阅读情不自禁走进厨房帮手。很快，一份营养又健康的卷饼就做好了。这还是他们首次共进晚餐，一起吃真的比独食开心多了。吃完后来杯凉爽的黄瓜琴酒汤泥，举杯，咱俩的好日子开启了。以后吃的不光是夜宵，连早饭也都是满满的爱意特调。